在这个充满噪音与表演的现代世界里，我们经常在深夜独处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疲惫。这种疲惫并非来自体力的消耗，而是源于灵魂的沉重负担。当你凝视镜中的自己，是否曾经感到陌生？仿佛白天那个微笑点头、随波逐流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你，而是一个为了生存而精心编织的幻影。这种内在真实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斯多葛学派所极力避免的痛苦根源。它像是一种慢性的精神毒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平静的本质，让我们在无尽的妥协中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主导权，最终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在焦虑中虚度光阴。我们习惯于在职场戴上一副面具，在家庭戴上另一副面具，在社交媒体上又展示着截然不同的完美形象。这种人格的碎片化让我们时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防御状态。斯多葛哲学家塞内卡曾经深刻地指出，这种不断变换角色的生活是最大的不幸，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来支撑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的言行与内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对自己发动战争。这种内在的内战比任何外在的敌人都要可怕，因为你无法逃离自己的心。这种自我背叛的感觉会转化为深刻的焦虑和自我厌恶，让你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斯多葛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套关于忍耐的哲学，它更是一门关于一致性的艺术，教导我们如何让思想、语言和行动达成完美的和谐统一。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无需掩饰，每一句话都无需经过虚伪的修饰，你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轻松和充满力量。这就是道德自洽带来的巨大自由。当你不再需要费尽心机去维护那些虚假的形象，你就不再恐惧被他人揭穿，不再担心外界的评价。这种从内而发的诚实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盔甲，它能保护你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持屹立不倒，让你拥有一种王者般的自信与从容。然而，通往这种一致性的道路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奖励虚伪、鼓励投机取巧的社会环境中。坚持原则往往被视为一种愚蠢或固执。我们常常会听到内心的恐惧声音在耳边低语，告诉我们如果展现真实的自己就会被孤立、被嘲笑，甚至被抛弃。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妥协。但马可·奥勒留这位罗马皇帝提醒我们，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品格是这世上最不划算的交易，因为你用无价的灵魂安宁换取了廉价且转瞬即逝的赞许。这种交易最终只会留下一片荒芜的内心世界。真正的痛苦往往不是来自于贫穷或疾病，而是来自于知行不一所带来的精神分裂感。当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无力去执行时，那种羞愧感会如影随形。斯多葛学派的教会之所以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是因为它直击了人性的这一软肋。它告诉我们，幸福不是拥有了什么，而是你是否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良知。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扮演别人期待的角色，那么我们究竟是为了谁而活？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在生命的终点到来之前，真正地活出一次属于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问和实践的严肃课题。我们要探讨的道德自洽，并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斯多葛哲学家们深知人类的局限性与脆弱，他们从未要求我们在一夜之间消除所有的欲望与恐惧。相反，这种自洽是一种方向性的承诺，是一种在跌倒后依然选择回归原则的韧性，是在每一次微小的选择中都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向助理性与美德靠拢的努力。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虽然风浪不断试图让我们偏离航道，但只要我们手中的罗盘，也就是我们的理性，始终指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就永远不会迷失。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残酷的诚实，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谎言和借口，去质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人事物而牺牲自己的原则。塞内卡曾说，只有智者是满足于自己的，愚人总是受苦于自己的变化无常。这种变化无常，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坚定的道德核心，导致我们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倒。今天信奉这一套，明天又追随那一套。
建立道德自洽的过程，就是将这颗飘忽不定的心像锻造钢铁一样固定下来的过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其回报也是无与伦比的坚韧与平静。很多人误以为斯多葛主义意味着压抑情感或变得冷漠无情，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事实上，一个实现了道德自洽的人拥有着最深沉、最稳定的情感体验，因为他们的快乐不再依赖于运气或他人的脸色，而是源于对自己行为的认可，源于那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坦荡。当你的内心不再有冲突，你的能量就不会被内耗所浪费，你将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你所热爱的事物中去爱人，去创造，去体验生命最纯粹的美好。这才是斯多葛主义所追求的幸福流动。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剖析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与陷阱的世界中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内在城堡，让道德自洽成为你最强大的武器。我们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因为正如艾比克泰德所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谈论哲学而不去实践，那我们就和那些只会背诵药方的医生没什么两样。我们将一起探索具体的思维工具和实践方法，帮助你一步步修复那些破碎的自我，将四分五裂的灵魂重新整合为一个强大的整体，让你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请记住，这不是一场关于表演的竞赛，而是一场关于灵魂的救赎。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你只需要向那个深夜里凝视天花板的自己负责。当我们开始重视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胜过外在的利益时，我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这条路或许孤独，但绝对不会拥挤。现在，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放下那些沉重的面具，准备好直面最真实的自己，开启这场关于道德自洽的斯多葛之旅，去寻找那份久违的、不可撼动的内心宁静。艾比克泰德曾经在他的课堂上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意志和道德选择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其他一切，名声、财富、权力，甚至是我们的身体，都只是命运借给我们的身外之物。建立道德自洽的第一步，就是深刻理解并应用这种控制二分法，不仅仅是为了减少焦虑，更是为了划定我们灵魂的边界。当我们为了获取那些不由我们控制的身外之物，比如别人的赞赏或职场的晋升，而选择牺牲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诚实与正直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贱卖自己最宝贵的资产。这种交易在斯多葛主义者眼中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你放弃了作为人的尊严，去换取那些随时可能被夺走的奴隶般的饰品。这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倒置。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次违背良知的妥协，都是在我们的内在堡垒上凿开一个缺口。最初这个缺口可能微不足道，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或是一次沈默的纵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口会连成一片，最终导致整个道德防线的崩溃。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不是一件可以穿脱的外衣，而是一种必须时刻保持的状态，一种灵魂的健康指标。如果你只在方便的时候讲道德，在利益攸关的时候就抛弃原则，那么你实际上根本没有道德，你只是一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真正的自洽意味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在面临巨大诱惑的时刻，依然能够坚守那个神圣的自我，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这种坚守需要我们培养一种对理性的绝对忠诚，将理性视为引导生活的唯一北极星，而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随意扭曲的工具。很多人在使用理性时，是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将贪婪合理化为进取，将懦弱包装成谨慎，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腐败。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恢复理性的纯洁性，用它来严格审视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就像建筑师用铅垂线来检查墙壁是否垂直一样。如果我们的行为偏离了理性的标准，无论理由多么动听，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失败，并立即驻手修正，而不是沈溺于自我欺骗的舒适区中。马可·奥勒留常常在日记中质问自己：现在这一刻，我的灵魂在做什么？我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动物在行事，还是被某种野兽般的冲动所驱使？
这种持续的自我监察是建立道德自洽的关键技术。它要求我们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一个神圣的暂停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能力拒绝那些自动化的情绪反应，拒绝随波逐流的盲从，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一个符合我们最高价值观的回应。这就是自由的真谛。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做任何想做的事，而是拥有不去做那些违背本性之事的强大意志力。这种自律才是通往真正自由的唯一路径。然而，保持一致性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应对社会的压力，因为一个道德自洽的人往往会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周围人的虚伪与妥协。当你拒绝参与办公室的流言蜚语，当你拒绝为了合群而降低自己的标准时，你可能会感到孤独，甚至被排挤。这是检验你哲学修为的关键时刻。塞内卡提醒我们，群众的掌声往往是堕落的开始。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不应该在乎疯子的评价。你需要建立一种强大的内在参考系，将自我价值的评判权完全收回自己手中。只要你的良知判定你是正确的，那么全世界的反对声都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噪音。我们还需要警惕一种微妙的危险，那就是将道德自洽混淆为固执、己见或不知变通。真正的斯多葛是一致性，并不是僵化，而是像水一样，虽然形态可以随住容器改变，但其本质永远不变。你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可以是严厉的父亲，也可以是温柔的丈夫，可以是果断的领导者，也可以是谦卑的学生。但在这些千变万化的角色背后，那个指导你行动的道德核心必须是恒定不变的。无论你身处皇宫还是监狱，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你的正直、仁爱与勇气应该像黄金一样，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成色。这种本质的一致性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为了达成这种境界，我们必须练习预演逆境这一强大的心理工具，但不是为了悲观，而是为了在想象中测试我们的道德底线。试着想象，如果明天你失去了一切财富，如果你被信任的人背叛，如果你的名誉被恶意毁谤，在这些极端情况下，你是否还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善良？这种思想实验能帮助我们识别出那些我们过度依赖的外部条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脆弱之处。只有在风平浪静时就修补好船身，我们才能在真正的风暴来临时安然无恙。道德的肌肉和身体的肌肉一样，必须通过不断的阻力训练才能变得强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微小的承诺开始练习这种一致性，比如准时赴约，兑现对自己的小承诺，在没人监督时依然遵守规则。不要小看这些琐事，因为大事由小事构成。一个在小事上不靠谱的人，绝不可能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展现出英雄般的气概。每一次你战胜了懒惰或贪婪的冲动，每一次你选择了正确而非容易的道路，你都在为你的灵魂添砖加瓦，正在构建那个不可撼动的内在城堡。这种积累的过程虽然缓慢且乏味，但它所带来的自信是任何外在成就都无法比拟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言出必行、表里如一的人。我们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因为追求道德自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一生的修炼。我们难免会有跌倒和迷失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背离了原则，不要陷入无休止的自责与羞愧，因为那也是一种情绪的放纵，会阻碍你重新站起来。斯多葛主义是一种极具实用主义精神的哲学，它告诉我们，跌倒了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分析原因，然后继续前行。关键不在于你是否从未犯错，而在于你是否拥有那种在犯错后迅速回归正轨的纠错能力。这种韧性比完美更重要。此外，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欲望结构，因为绝大多数的道德妥协都是源于对某种欲望的无法遏制，或者是对某种恐惧的无法克服。如果你极度渴望别人的认可，你就必然会扭曲自己去迎合他人。如果你极度恐惧贫穷，你就很难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守住底线。因此，简化我们的欲望，练习过一种物质简单但精神丰富的生活，是实现道德自洽的基础。当你需要的越少，你就越自由，你就越不需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换取身外之物。
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是斯多葛圣贤们所展现出的最高贵的特质。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死亡审思的意义所在。它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珍惜时间，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你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你绝对不会后悔没有赚更多的钱或获得更高的地位，但你一定会后悔那些为了蝇头小利而背叛自己的时刻。死亡的阴影能过滤掉生活中所有的杂质，只留下最纯粹的道德骨架，让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能以一种临终的庄严感来审视自己的选择，确保我们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清晰而坚定的。在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它会让你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是一种不需要张扬就能感受到的力量感。人们会本能地信任你，因为他们知道你的内在没有分裂，你的言行是可以预测的，你像一块磐石一样可靠。这种信任是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基石，也是领导力的核心来源。因为人们只会追随那些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自己方向的人。你的道德自洽不仅拯救了你自己，也成为了照亮他人的一束光，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安全感与方向感。要达到这种境界，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哲学对话，不仅是阅读经典，更是与自己的灵魂进行深度的对话。每天晚上睡前，像塞内卡那样审视自己的一天，我今天在哪里战胜了弱点，在哪里又屈服了？我的行为是否与我的原则一致？这种复盘不是为了自我惩罚，而是为了自我认知。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模式有了清晰的觉知，我们才能打破那些无意识的自动反应，将潜意识的冲动转化为有意识的选择，从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还要学会区分冲动与直觉。冲动往往是基于恐惧或贪婪的短视反应，而直觉则是基于长期修炼所形成的道德本能。一个道德自洽的人，他的直觉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符合理性，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清除了那些干扰信号的杂音。当你的理性与情感不再打架，当你的职责与爱好合二为一，你就达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境界。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自然的流露，不再需要费力的去控制或压抑。这就是斯多葛修行的最高境界，与道合一。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道德自洽的理论框架和心理防线，明白了为什么要坚守，以及如何通过理性和二分法来保护我们的核心。但理论终究是理论，如果不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生活细节，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现代生活的具体场景中，如何在职场的勾心斗角、亲密关系的摩擦以及社交媒体的虚荣陷阱中，具体的实践这些古老的智慧，让斯多葛主义真正成为你生活的操作系统。让我们将目光从哲学的高塔转向尘土飞扬的现实战场，特别是那个我们每天花费大部分时间的地方——职场。现代职场往往是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迷宫，我们经常面临着微妙的道德试探。老板让你对客户夸大产品的功能，同事暗示你对某个错误保持沉默，或者是为了融入圈子而不得不附和一些毫无营养的八卦。这些时刻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瞬间定义了你的灵魂成色。斯多葛主义并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不懂变通的职场刺头，而是教导你在这些复杂的利益交换中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你为了保住一份工作而不得不每天说谎时，你其实已经失去了比工作更重要的东西。你对自我的尊重，这种长期的自我背叛会转化为对工作的深深厌倦和职业倦怠。试想一下，当你因为恐惧而点头同意一个你明知错误的决策时，你在那一刻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非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艾比克泰德曾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就去写作；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就去做诚实的事。品格不是通过思考形成的，而是通过行动铸就的。在职场中实践道德自洽，意味着在关键时刻敢于说出那个艰难的不，或者至少保持一种有尊严的沈默。这听起来可能很危险，但悖论在于，那些始终坚持原则、不轻易被收买的人，
往往最终会赢得真正的尊重和长期的信任。因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商业世界里，可靠性是比聪明更稀缺的资源。另一个让我们频繁失去自洽的领域是人际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讨好型人格的人来说，生活简直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表演。我们为了避免冲突，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常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答应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这种虚假的和谐是建立在压抑真实自我之上的，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最终会以怨恨和爆发收场。斯多葛主义提醒我们，我们无法控制别人是否喜欢我们，那是身外之物。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我们是否真诚地对待了这段关系。当你为了讨好别人而戴上面具时，你实际上剥夺了对方认识真实的你的机会。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沙堡。在这个社交媒体主宰的时代，这种表演性人格被放大到了极致。我们精心修饰每一张照片，斟酌每一条文案，试图向世界展示一个完美的、令人羡慕的生活样本。然而，这种精心策展的线上形象与我们充满瑕疵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维护这个裂痕需要消耗巨大的心理能量。马可·奥勒留如果活在今天，一定会告诫我们，不要为了远方陌生人的点赞而忽视了身边真实的体验。道德自洽在数字时代意味着一种反叛，敢于展示不完美，敢于在滤镜横行的世界里保持素颜的真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观看者的治愈，因为真实自有万钧之力。要解决这些现代困境，我们需要引入斯多葛的宇宙视角。当你为了一次职场的尴尬或一次人际关系的摩擦而焦虑时，试着将镜头拉远，想象自己从高空俯瞰这座城市，甚至俯瞰整个地球。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与广原本的宇宙面前，你现在所纠结的那些面子问题，那些他人的评价，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唯一能够穿越时间，在永恒中留下痕迹的，不是你获得了多少掌声，而是你是否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宏大的视角能帮助我们瞬间切断那些不必要的虚荣心，让我们有勇气去坚持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还必须谈谈命运之爱在道德自洽中的应用。坚持做真实的自己是有代价的，你可能会因此失去某个升迁的机会，可能会失去那些喜欢听甜言蜜语的朋友，甚至可能会遭遇一时的孤独。斯多葛主义者不仅仅是忍受这些后果，而是主动拥抱这些后果，因为这些失去实际上是一种过滤，他们帮你筛选掉了那些与你价值观不符的人和事，留下了真正属于你的生活。当你因为诚实而受罚时，你应该感到一种隐秘的快乐，因为这证明了你的原则是经得起考验的。你用外在的损失换取了内在的胜利，这是一笔荣耀的交易。为了将这种心态落实到日常，我们可以练习一种消极预想的变体。在做任何重要决定之前，先问自己，如果我选择了诚实，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通常你会发现，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被误解或暂时的利益受损，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完全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恐惧往往源于模糊，当你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后果时，恐惧就会消散。这种练习能极大地增强你的道德勇气，让你意识到维护灵魂的完整性远比维护外在的利益要重要得多，而且这种选择是完全可行的。此外，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在世俗的标准里，成功意味着财富、地位和名声，但在斯多葛的体系里，成功只有一个定义：成为一个拥有美德的人。当你把目标从升职加薪转变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正直时，你就夺回了生活的主动权，因为前者受制于人，而后者完全取决于你。这种目标的转移会让你瞬间从焦虑中解脱出来，你不再是环境的奴隶，而是自己心灵的主人。每天晚上，你不必再为别人的脸色而辗转反侧，你可以安然入睡，因为你知道自己今天没有出卖原则，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另一个实用的工具是建立你的斯多葛董事会，在你的脑海中邀请那些你最敬仰的智者，无论是古代的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还是现代你钦佩的道德楷模，组成一个虚拟的顾问团。当你面临道德两难，
不知道该随波逐流还是坚持己见时，想象一下，如果是他们会怎么做？你会惊讶地发现，答案往往是清晰而直接的。这种心理暗示能帮助我们借用伟人的力量，让我们在孤独的坚持中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陪伴与支持，提醒我们自己正走在一条光荣的道路上。我们还要警惕滑坡效应，不要以为小恶无伤大雅，一次放纵会导致下一次更轻易的妥协，最终让你彻底迷失。相反，我们应该追求微小的胜利。今天你拒绝了参与背后说人坏话，这是一个胜利。明天你承认了一个工作上的失误，而不是掩盖它，这又是一个胜利。这些微小的胜利会像滚雪球一样积累成强大的自信，你会开始喜欢这个真实的自己。这种自我喜爱不是自恋，而是一种基于尊重的自爱。当你爱上这种坦荡的感觉后，你就再也无法忍受那种戴着面具唯唯诺诺的生活了。在人际交往中，试着练习清晰的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为了长远的关系健康。当你学会温和而坚定地说不时，你的是才变得有价值。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统治中心，我们不应该入侵别人的领地，也不应该允许别人践踏我们的领地。保持这种边界感，实际上是对双方人格的尊重。一个边界清晰、言行一致的人，就像一座灯塔，虽然不会追逐过往的船只，但所有人都会仰望它的光芒，并以它为坐标来校正自己的航向。同时，我们要理解共同体情感的真谛，我们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就像蜜蜂与蜂巢的关系。马可·奥勒留说，对蜂巢无益的，对蜜蜂也无益。当我们为了私利而欺骗、背叛或伤害他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毒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一个道德自洽的人深知，个人的幸福与整体的福祉是紧密相连的。你的诚实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这种责任感会赋予你的行为一种崇高的意义，让你意识到每一次坚持都有着超越个人的价值。不要害怕成为那个不一样的人。在一个普遍病态的社会里，适应良好并不是健康的标志。当周围的人都在疯狂追逐泡沫时，你那份冷静的自持或许会显得格格不入，但那正是你清醒的证明。你要习惯于这种健康的孤独，并在其中找到力量，就像岩石在海浪的冲击下依然保持沈默和坚硬一样。你的品格也应该在世俗的冲击下变得更加精纯。不要去辩解，不要去争论，就让你的行为成为最好的辩护。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最后，在这个部分的结尾，我想邀请你进行一次深度的自我对话，问问自己，在我生活的哪一个角落，我还在扮演着我不喜欢的角色？是哪一种恐惧绑架了我，让我不敢展示真实的样子？识别出这个具体的痛点，就是解脱的开始。不需要立刻推翻一切，只需要在那个裂缝处透进一丝光亮，尝试着做出一点点改变。或许就是明天，试着说出一句你一直不敢说的真话，观察会发生什么。你会发现，世界不会崩塌，而你的灵魂将会轻盈许多。现在，我们已经遍历了理论的高山与现实的低谷，探讨了如何在内外交困中守住那个神圣的自我。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所有的线索汇聚成一个强大的行动指南，并站在生与死的终极边界上，重新审视道德自洽的终极意义。这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活得更好，更是关于如何毫无遗憾地死去。请做好准备，迎接最后的升华。当我们站在这个思想旅程的终点，回望那一连串关于面具与真实、妥协与坚持的探讨时，我们必须将视野拉升到一个更加宏大且庄严的层面——宇宙的秩序。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由理性编织而成的巨大生命体，而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个神圣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小部分。当我们选择撒谎，选择背叛自己的良知时，我们不仅仅是在伤害自己，我们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对抗。这种对抗注定是徒劳且痛苦的。所谓的顺应自然生活，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就是顺应真实，让我们的灵魂频率与宇宙真理的频率达成共振。当你活在真实中，
你就不再是一个孤独挣扎的个体，你会有如神助，感受到一种顺流而下的巨大推力，因为你终于停止了逆流而上的无谓挣扎。我们常常以为生命是漫长的，仿佛我们有无限的时间可以挥霍，可以等到以后再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是一个致命的幻觉。马可·奥勒留无数次在帐篷的微光下提醒自己，你所拥有的时间正在飞速流逝，如果不去把握它来照亮你的心智，它就会消逝，你也将随之消逝，而这样的机会永不再来。建立道德自洽不是一个退休后的计划，也不是一个等到事业有成才去追求的奢侈品，它是此时此刻的紧急任务。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用行动投票，决定你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今天选择了虚伪，你就为明天的虚伪铺平了道路；如果你今天选择了正直，你就为未来的坚毅打下了地基。生命就是这无数个当下的叠加，让我们直面那个终极的审判者——死亡。这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赋予生命最清晰的透视度。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1小时。在那个时刻，你放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还有意义吗？你为了讨好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所戴的面具还有价值吗？那时候，唯一能给你带来安慰的，不是你曾经拥有了什么，而是你曾经是谁。你会问自己，我是否活出了尊严？我是否对得起造物主赋予我的理性？死亡像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它会烧毁所有虚假的装饰，只留下像黄金一样真金不怕火炼的品格。一个拥有了道德自洽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是从容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白活，他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很多人害怕坚持原则会让自己失去竞争力，会在这个狼性的社会中被淘汰。这是一种基于匮乏感的恐惧。历史无数次证明，那些真正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屹立不倒的，往往是那些拥有高尚品格的灵魂。因为技巧可以被模仿，策略可以被破解，唯有人格的魅力是独一无二且无法复制的。当你成为一个绝对可靠、绝对诚实的人时，你就建立了一种最高级别的护城河。人们可能在一开始会嘲笑你的固执，但最终他们会渴望你的指引，因为在这个充满变数和背叛的世界里，你是唯一的确定性。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周围人的一种无声的激励，证明了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高贵的活着依然是可能的。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我们进行一场持续的内在革命，推翻那些由恐惧、虚荣和贪婪所建立的暴政，让理性重新登上王座。这并不是说你从此就不会感到恐惧或欲望。斯多葛圣贤也并非木石，他们也会有情绪的波动。不同的是，他们不会让这些情绪绑架他们的判断，不会让恐惧决定他们的行动。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一次次在小事上拒绝妥协练就的。当你每一次为了原则而承受损失时，不要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要意识到你正在进行一场昂贵的献祭。你用身外之物换取了灵魂的自由，这是一种强者的特权。我们必须学会与孤独为友，因为在通往道德自洽的道路上，你注定会与大众背道而驰。大众追求的是感官的愉悦和廉价的认可，而你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和真理的光辉。这种孤独并不是凄凉的，而是一种丰盈的独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可以与古往今来的智慧对话。就像塞内卡所说，当我独处时，我从不感到孤独，因为我有整个宇宙作为我的伴侣。在这种神圣的孤独中，你的灵魂会得到滋养，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外界的噪音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你已经自给自足，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圆。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个具体的承诺，不是对我，而是对你自己。从今天开始，尝试进行每天一句真话的练习。在那些你过去习惯于说谎或敷衍的时刻，试着温和但坚定地说出真相。如果不想参加那个聚会，就直接说不，而不是编造生病的借口。如果不认同对方的观点，就保持沉默或表达异议，而不是虚伪的附和。刚开始，你会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那是因为你正在打破旧有的神经回路，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你会发现你卸下了背负多年的沉重包袱，
你的脚步变得轻盈，你的眼神变得清澈，这就是自由的滋味。同时，建立你的晚间法庭，这是斯多葛主义者最重要的修行之一。每天睡前花10分钟回顾一天的行为，像一个公正的法官一样审视自己。今天我在哪里失手了？在哪里戴上了面具？为什么那一刻恐惧战胜了理性？不要带着自我厌恶去评判，要带着好奇心去分析。每一次的复盘都是为了下一次的进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偏离轨道的次数越来越少，你回归中心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这种自洽将成为你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本能。不要低估了榜样的力量。在这个充满娱乐致死内容的网络世界里，主动去寻找那些能滋养你灵魂的内容和社群，阅读那些伟大灵魂的传记，观看那些探讨深刻真理的视频，与那些同样追求智慧的人建立连结。我们是社会性动物，环境对我们的塑造力是巨大的。如果你身边都是追求名利、戴着面具的人，你很难独善其身。努力去构建一个美德的磁场，让自己被那些高尚的灵魂所包围，这将极大地降低你坚持原则的难度，让你在疲惫时能获得支撑。我们也要明白，道德自洽并不意味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争个你死我活。智慧在于分辨什么是原则问题，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偏好。对于那些无关宏旨的小事，我们可以随和包容，但对于触及灵魂底线的大事，我们必须寸步不让。这种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既保护了我们的核心，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你不必变成一个浑身带刺的刺猬，你可以像水一样温柔，但要像水一样不可压缩。这才是斯多葛主义所倡导的柔韧的力量。当你开始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时，你会发现你的焦虑感在显著下降。现代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认知失调，即我们的行为与信念不一致。当你消除了这种失调，你就堵住了能量泄漏的缺口，你的精力不再被内耗所吞噬，而是全部转化为创造力和行动力。你会发现自己在工作中更专注，在关系中更深情，在独处时更安详。这就是斯多葛主义承诺的幸福流动。它不是一种兴奋的情绪，而是一种深沉的、持续的、不可撼动的满足感。请记住，这条路没有终点，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诱惑和考验就不会停止。你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跌倒，再次为了利益而动摇，这很正常。不要因此而全盘否定自己。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完美的，而是关于方向的。只要你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校准罗盘，再次站起来，你就毅然走在哲学的道路上。伟大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永不放弃对高尚的追求。你正在雕刻这座名为自我的雕像，这是一项需要用一生去完成的宏伟工程。在这个视频即将结束之际，我想再次引用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还要等多久，你才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最好的生活？那个最好的生活，不是未来的某个时刻，就是现在，就是你关掉这个视频后面对的第一个人，处理的第一件事。你拥有选择权，你永远拥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继续戴着面具，在焦虑中审论；你也可以选择深吸一口气，展现真实的自己，去迎接那种虽然充满挑战，但无比真实的壮丽人生。钥匙就在你手中，门就在你面前，推开它，走进去，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汇聚这个时代散落的斯多葛火种。如果你渴望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找到同行者，如果你希望每周都能获得一次灵魂的洗礼和理性的充电，请务必订阅并开启通知。这不仅仅是一个点击，这是一个信号，向世界也向你自己宣告：我拒绝随波逐流，我选择追求智慧与真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誓言，写下你明天准备实践的一件真诚小事，让我们互相见证，互相汲取力量。生活是一场战斗，但不是与他人的战斗，而是与自己内心软弱的战斗。这场战斗的战利品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那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坦荡与宁静。这份宁静是无价的，是任何权利都无法剥夺的。去吧，我的朋友们，去实践，去跌倒，
去站起，去活出一个值得被铭记的生命。不要让你的墓碑上只刻着生卒年月，要让它刻着一个真正活过、爱过、战斗过的灵魂。这就是斯多葛的道路，一条通往内在自由的英雄之旅。这条路艰难，但风景绝美。愿你的理性如刀锋般锐利，愿你的意志如磐石般坚定。在下一次相见之前，请记住，你是你自己灵魂的君王，守护好你的疆土，寸土不让。再见。